Welcome to my channel, I'm Seagull. Today I will show you a very special trick. 所以呢，大家都有拍过萤火虫嘛？那大家知道拍萤火虫的时候啊，都是用相机啊，那调到 B 快门，那去做一个长时间的曝光的动作，然后再用叠图的方式把萤火虫的图叠在一起，就做成一个很漂亮的照片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要挑战的是真实的用录影的方式来录萤火虫。那我之前有试过用，不论是用手机也好，还是相机也好，基本上录到就是一片漆黑，基本上是不可能录得到萤火虫的。那我们今天要用目前的录影界的机皇，大家可以看到这台是 A7S3。那我们今天要用这台机皇来挑战，我们要到三峡的有木国小去进行萤火虫的实际拍摄。那我们待会就来看一下，我们实际用 A7S3 能够录到怎么样的程度。当然，我觉得应该还是会一片漆黑，但是在这机皇的录制之下，看看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。那我们搭配的镜头是腾龙的2875 f2.8， 所以这颗是我们今天要用的镜头。那当然，我们去到萤火虫里面，除了录影之外，当然我们还是会做一些照片的拍摄，所以我们用到的是电子快门。那这个是无线电子快门，这是接收端，这是发射端。那到三峡有木国小，我还会再录一些其他的影像，所以基本上呢 ，RS2 还是不能少的。所以这支是大疆的 RS2。那我们待会到那边去进行一些录制哦。那我们就走喽 ，Let's go。我们现在准备上中立交流道了。那我们这边要去三峡，所以先往北。那今天交通还算蛮顺畅的。好，我们已经抵达三峡了，这是从三峡的交流道下来。那这边已经开始有点山区的感觉了。好，这里我们要右转往大阪根的方向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会往大阪跟满月园有木国小的方向。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左边有一些建筑物，这边就是三峡老街。好，我们抵达有木国小了，这里就是有木国小的大门。那现在时间是下午大概5点左右。那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在这边打篮球啊。那现在天气还很亮，我们要再等一阵子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边是有木国小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是它的操场。那这边是位于三峡、大阪跟这边再进来一点的地方。那这个位置的话，我们这边是非常适合拍萤火虫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待会会在2个地方拍，一个是就在这个操场的附近，那另外一个是在后面有一个赏萤步道的地方。那待会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下赏萤步道这边的风景怎么样。那并且当然我们有2个非常专业的摄影师，建议跟我们一起来。那待会的话可以看一下他们怎么架设，如何拍萤火虫的。这一位是我的前同事，那他对于摄影非常有研究。那待会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做一些设定。Seagull的那个前同事，然后我等一下会教大家怎么做设计。那这里是有木国小的教室，这边应该有非常多的摄影同好，晚上应该会来这边拍摄。那现在的话是大概晚上的6点左右，天还没暗。那我们就来等到再等个半小时左右，天应该就会暗了。那这一条路就是前往赏萤步道的路，那我们就这里有一个小花园。好，这是我另一位同事，他也是摄影爱好者，是 Billy。那这位是威里斯，那他现在来帮我们讲解一下怎么设定拍萤火虫的相机设定。好，那这是我现在带好的那个机位。那基本上的话，第一个你先决定好构图，然后决定好构图之后，就可以来看那个参数跟那个焦点要设定在哪里。那我的部分的话，我的焦点是设定在树木上，基本上你看的时候，
一定要焦距要在焦点要在对的地方，那不然的话你会觉得整个画面没有主题。然后再来的话，设定好焦点之后，你要去确认说，它是离你的相机有几公尺，因为你在转那个对焦环的时候可以知道它有几公尺，你要先记下来，不然等到天色暗下来的时候，万一你不小心焦点跑掉的时候，是没办法再重新对焦的，因为天色太暗了。如果你要重新对焦，你必须要把 ISO 调到很高，然后去拍照片做确认，那可是这样会很慢，所以基本上我会直接记说，焦点离我的相机有多远，不然就很容易拍失败。然后再来的话就是，我们先一个一个来。摄影时间的部分，使用是 B 快门。那每一台相机设定不太一样，那但是它通常都会有 B 开头的一个东西，那你就学着它。然后基本上触发方式就是按住快门，它多久它就拍多久。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快门线上场的时候，我们用电子快门线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设定说我们要拍几秒，然后 delay 多久，然后拍几次等等的。然后接下来的话是光圈，那基本上拍萤火虫的时候光圈都是全开的。因为拍萤火虫是在非常弱光的环境，我们一定是把光圈开到最大。然后接下来的话是 ISO 部分，ISO 部分其实很多人讲都不一样，但是我讲一下我自己的看法，就是说我基本上设定在400上下。那有些人会想说把它设到最低，那但是因为萤火虫它的光源的话是瞬间光源，那它的亮度只取决于在那个光圈大小跟 ISO， 那所以说它跟拍摄时间是没关系，就是那个亮点的那个颜色的深浅是跟时间没关系，它只有跟光圈还有 ISO 有关。所以其实你适当的把 ISO 拉高，是可以让那个图片呈现的是在原始的时候是呈现的漂亮的，不然你可能要透过大量的后置去把它拉得更漂亮。那我之前测试的效果的话，是在光圈1.8的状况下的话 ，ISO 是用400到800是原始拍出来是最漂亮的。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时间的部分，因为我刚才说要用 B 快门。那你刚才固定好了光圈跟 ISO 之后呢，那你的拍摄时间就跟你的环境光有关系，因为你确认好另外2点之后，剩下就是环境，剩下的话就是时间。那时间的话，接下来的话就是拍多张之后用叠图的方式把图叠在一起，然后让叠到你想要的效果，然后跟数量，萤火虫数量。